大家好，我是加拿大大马。最近这个加息很频繁啊，我这每天都收到好几封这个银行加息的这个邮件，好像明天就是19号，TD 好像又要加息。现在这个浮动固定利率都在往上涨。啊、这期视频的话，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在这个加拿大房产投资的初期如何买得起这个自住房，然后如何买得起这个第一套投资房。然后视频的最后，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当年买这个第一套自住房的这个情况。首先呢，就是第一点就是这个身份问题。如果你是工签学签的话，你想要买房的话，会涉及到一个海外买家税的问题，除非你有这个省提名之类去 waive，或者是你到草原三省或者其他省份这个没有海外买家税的省去买，否则的话你有一个这个海外买家税的问题，你要先解决这个身份问题。那么第二个的话，解决了身份以后，就是一个首付的问题，特别是对于这个比较年轻一点的小伙伴，刚开始这个房产之旅，可能是手上的首付不是很多。这里我就想了3个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收入去申请一个叫投资贷款这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它不上信用，但是呢，它可以当做首付。我也有用这个东西当做首付好多次，但是这个东西稍微对收入有一些要求，所以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把这个专门拿出来详细讲一下。第二种方法呢，就是你如果有首付的话，如果没有办法说明这个存储时间和来源的话，有些银行会接受你作为一个赠与，就是你可以写成父母赠与之类的，然后他们会接受这个首付。第三个的话，就是你可以去想办法增加一下你的收入不管是你的或者是你的配偶的，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稍微把你的房子目标价调低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你可以办一个高比例的贷款，就是你的首付只需要比如说5%你可以算一下，如果你是买一个70万的房子，那么5%就才35000加元。这样子想的话，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凑出来这个首付了呢？然后买这个起初的房子，第三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这个收入了。基本上这个收入的话是加拿大银行批房屋贷款的一个核心标准吧。基本上你在大银行的话能够批的这个贷款额度是你收入的4到5倍，年收入税前收入的4到5倍。然后在 B lender 的话是批这个收入的10倍或者再多一点这么样的一个额度。所以你可以算一下，按照你现在的年薪乘一下，看就是你能贷到的额度。当然，这个实际去计算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再有一些空间，比这个说的要再多一点但是大概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范围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买这边的房子，想要贷款的话，想要多贷的话，你的收入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银行看待这个 T4 这种 salary 和这种自雇收入是不太一样的一般来讲 T4 收入要好一些，大银行只看你几个月的这个 T4 收入就可以给你批贷款。然后如果你是自雇的话，如果你只有几个月的这个记录的话基本上就是要去这个 B lender， 就是 B lender 的话它可以批，但是呢它会收你1%的这个手续费然后呢所以说呢，就是说大家不要为了就是省一些税什么的，就把这个收入在报税的时候就报的很少，还是要这个如实申报。就是因为你为了批贷款，你的收入是不能够太低的。当然了，就是这个前2套房的话，有些银行会有些特殊政策，它允许你就是比如新移民政策呀之类的，就是允许你的收入可以低一点，也不是说没有，还是要有一点收入但是呢，它就能给你放的比较宽松允许你去买这么一套自住房和第一套投资房。所以说呢大家现在就是了解了这个知识，但是具体去操作的时候，可以找这个贷款经纪之类的，或银行去问一下也是有可能可以贷得到。关于收入的话，还有2个其他的方法，一个呢就是你可以考虑把你的配偶的名字加到这个房子里一起去购买，比如说你们2个的年薪都是4-5万，那么你们加在一起就相当于是8万到10万的这个收入，你们可以联名去购买这个房产。加拿大是只要你是自住房的话，将来你想把一个人态度拿掉，它是没有任何税务问题的，即使房价上涨了也没有问题。所以说你可以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这样去联名去购买，然后之后再把名字再分开。另外一种方式呢也比较少见了，就是你可以找一个海外的你可以找一个就是加拿大境内的，或者是主要就是加拿大境内吧，你可以找一个亲戚，他非常的
就是跟你关系特别亲近的，他可能愿意去做一个 guarantee 去担保你这个贷款，而且他是可以不上抬头的。但是这个也只有个别银行可以去做这样一个贷款，而且你也很难找到这样一个人去愿意去不上抬头，但是用他的收入来担保你的这个贷款这也是一个偏方吧。前面这些点呢，我们都是自住房和第一套投资房一起讲的。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当你买第一套投资房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几个点。首先就是你的这个自住房不能买得太贵，因为如果你这个自住房都把贷款额度用完了，你这个投资房其实很难批贷款。当然，除非就是比如说你是找经济规划过了，你这个第一套房子不影响你的，通过某些方式能够不影响你这个第二套房产的这个贷款那样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就是你想买的这个投资房呢，它的租金是可以就是在你批贷款的时候是可以增加贷款额度的，所以呢，你可以尽量去找一个租金潜力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房产，比如说它是不是楼下能够分租一下之类的，分成2个 unit， 然后它的总的租金就会比较高，这样也是有利于你批贷款。或者是你就买一个房价低一点的房子，就是有可能它房价低一点，但是它的租金其实和附近的贵一些的那些房子租金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呢，你的房价低，你的需要的贷款额度就低嘛，这样的话也是更容易批得到这个贷款，而且首付需要的就少很多嘛。最理想的情况就是你的租金扣掉你的管理费地税康德费还有贷款月供以后能够基本打平嘛，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现金流房产，那这样的是最理想的一个情况。最后我来讲一下我当年是怎么买第一套这个自住房的。我买的是一个公寓，然后呢，我当时也是公签，然后我就是在拿到那个 PNP 省提名的时候，我就在看房买房了。然后呢，我当时也是下的这个无条件 offer， 当时刚好是也是市场比较火热吧，然后也下的这个无条件 offer，然后没有敢买价格特别高的，因为怕这个贷款或者之后自己就是承担不了这个负债，但是呢，我首付也不是很多，就是有父母给的这么一点钱，然后自己其实也刚毕业工作没多久，也没什么太多钱，所以我最后就是用这个 PNP waive 掉了这个海外买家税。然后用这个走了一个高比例的贷款，就是我只需要付5%的首付。我当时买的这个房子呢，它的价格是43万多，也就是说我的首付5%就是2万多块钱。所以这样看的话，其实首付确实不是很多嘛，就是付了这个首付，然后就能够批下这个贷款，就买到了这个自住房。下一期视频的话，我想介绍一下这个加拿大买这个一开始买这个自住房，还有买第一套投资房，这个投资初期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关注我们，谢谢。